一个貌美如花的女人被五花大绑在铁板上，地上满是血迹和污垢。醒来后的她被吓得手足无措，绝望和恐惧笼罩在整个密室。壮汉一把拉过拖车，慢慢放低女人的头，娴熟地从拖车上掏出一把明晃晃的杀猪刀，高高举起。杀人使他快乐，女人的痛苦挣扎更让他兴奋。下一秒，手起刀落，人头落地，整个过程不带一点感情。壮汉是一名屠夫，银棍中的恶棍，惨死在他手上的女人不计其数。作案手法简单粗暴，每个女人都是一刀断头，头颅被他收藏，身子弃之荒野。而就在刚刚，她身上的罪恶又多了一条美丽的冤魂。这天，女孩小美相约和自己的男友芒哥见面，没想到凶手早已经盯上了她。小美被凶手迷晕后，芒哥才姗姗来迟。凶手在确认芒哥是个瞎子后，从容地带走了小美。醒来后的小美发现自己被绑在铁板上，凶手熟练地咬下铁板，准备将小美砍头。可当凶手的屠刀悬在小美面前时，小美竟然不哭不闹，连眼睛都不眨一下。看着如此淡定的被害者，凶手一下子蒙圈了，以为是自己的刀太钝，赶紧又换了一把更锋利的。小美却还是无动于衷，甚至带着一丝微笑。小美告诉他，7天之后就是自己的生日，要么现在就杀了他，否则7天之内自己的男友芒哥绝对会找到自己，到时候肯定会将他绳之以法。听完小美的话，凶手决定暂时放过他，他倒要看看一个瞎子究竟有多厉害。7天而已，他还等得起。可他那一颗嗜血如命的心却等不起了。深夜，凶手继续在大街上寻找猎物，这次他看中了一个站街女。站街女毫无防备地吃下凶手给的巧克力，昏迷的她被绑到了密室，手起刀落，一颗血淋淋的头颅翻滚在地。小美亲眼目睹了这血腥的一幕，直接被吓哭了。凶手提着头颅从小美身边走过，仿佛是要给她一个下马威，告诉小美，就让那个瞎子来找我吧，我会把你的头砍下来给他，也会把他的头砍下来给你。说完转身离开，独留小美缩成一团，瑟瑟发抖。第二天一早，一具无头女尸就出现在了野外，警察都已经不记得这是第几具尸体。来到了现场的芒哥闻了闻尸体，发现并不是小美，这才松了一口气。这段时间以来，警察一直在努力调查，通过一名死者朋友的陈述，得知了一些线索。首先，凶手的长相非常干净，脸上没有胡子；其次，开的是一辆豪车。小美的失踪让芒哥心急如焚，他冲进警局，让警察可以去小美失踪地点附近搜一搜，没准能够找到凶手。可没有人会相信一个瞎子的话，直接把他赶了出去。一个好心的老警察为芒哥介绍了一位检察员卷毛姐。当芒哥找上门时，才发现卷毛姐是一个坐轮椅的残疾人，一个瞎子，一个瘫痪，这个组合简直惊为天人。晚上，芒哥在卷毛姐的指挥下偷偷潜入警局。白天的老警察认出了芒哥，主动为芒哥提供一些案件资料。拿到资料后，芒哥和卷毛姐开始彻夜研究。他们走访了很多受害者的家庭，通过询问和调查发现，凶手每次作案时，被害者的周围都会有一个绿色的垃圾桶。还从一个小孩的口中得知，一个受害者失踪前手里抱着一只小狗。芒哥大胆猜测，凶手极有可能是将小狗放在垃圾桶旁，来吸引受害人的注意力，然后趁机将其绑架。二人将这条猜测发布到了网上，以此来提醒那些女孩们避免上当。这确实起到了一些效果。没过多久，凶手想再次以相同的手法行凶时遇到了阻碍。女孩看出面前这个男人的行为和状态都跟网上所描述的如出一辙，所以她并没有上凶手的车，而是将狗狗放在副驾后匆匆离开。凶手炸毛了，因为自行凶以来还没有失手过。气急败坏的他找到当地的一名黑客，用金钱贿赂对方，让他调查白天没有上当的女孩的地址。黑客毫无防备，在查到地址后，凶手直接解决了他。第二天，凶手在停车场里蹲守着女孩，就在女孩准备开车离开时，突然发现自己的车锁眼被堵死了。身后的凶手悄无声息地出现，举起螺丝刀，快准狠地连出了女孩几下。女孩血流不止，被凶手用塑料袋包裹后带回了密室，并以相同的方式判女孩死刑。砍下来的头被扔进了冰柜，角落里的小美依旧瑟瑟发抖。再过不久，她就会沦落到同样的下场。次日，凶手直接将无头尸体放在芒哥的家门口，芒哥很不幸地被绊倒。更过分的是，尸体上还留有一张生日卡片，很显然这是凶手赤裸裸的挑衅。一时间，所有的记者蜂拥而至，询问芒哥关于案件的相关线索。芒哥只是淡淡的说了句：“小美还活着。”
随后上车离开。另一边，凶手为了方便小美上厕所，便给她换了一条长链子。小美也得以走出房间，竟然在走廊里看到一个被关押的老女人。在小美的询问下，老女人讲出了凶手的过去。原来老女人是凶手的老师，凶手在孤儿院长大，因为从小喜欢将右手放进裤兜，惹来老师的厌恶，所以老师每天都会用木板抽打凶手的右手，每天60下，1年365天，从不间断。长时间的处罚使他产生了严重的逆反心理，这也是凶手心理扭曲的原因。他不仅将老师锁在这里，而且还要去报复别的女人。与此同时，芒哥通过嗅觉闻出尸体上有一股猪圈的味道，认为凶手极有可能在养猪场工作。为了验证这条线索，芒哥叫上助手小胖一起去走访当地的各个养猪场，希望能够找到一些线索。可1天的时间过去，还是一无所获，几人狼狈不堪地坐在一起。没想到一个警察偷偷跟着芒哥来到了养猪场，此刻凶手正在喂猪。一看到警察，凶手立马警觉起来，暗中藏着一支麻醉针，随时下手。果不其然，趁着警察不注意，凶手狠狠地扎了上去，将他迷晕，拖进了密室。不一会儿，警察就已经被绑在了铁板上，成为待宰羔羊。小美试图叫醒警察，可是铁链不够长，够不着，她只好通过泼水的方式唤醒了警察。醒来后的警察在看到小美后，也清楚明白了自身的处境。他追查这个凶手很多年，因为过于执着将他绳之以法，导致他失去了家庭，妻子也离他而去。如今的他也没有了牵挂，死了一了百了。他很淡定地告诉小美，芒哥正在四处寻找着他，一定会救他出去。话音刚落，凶手就进入了房间，依旧熟练地拉出道具车，摇下铁板，准备结果了警察。警察临死前请求凶手让他唱完自己最喜欢的一首歌，凶手点头允许。警察也在自己的歌声中血溅当场。随后，凶手将他的脑袋挂在了脑室区，这一举动瞬间引起轩然大波。面对如此挑衅的行为，印度警察竟然一点办法都没有。现在芒哥只剩下最后2天的时间，2天之内如果再找不到小美，小美就会狗带。夜里，凶手故意将车停靠在芒哥的家门口，手里还拿着一把小刀。芒哥知道是凶手来了，于是下楼走上前，从包里掏出一盆仙人掌。这一举动也让凶手放松了警惕。这时，隐藏在暗中的小胖突然杀出，凶手急忙开车逃窜，两人你追我赶，小胖紧随其后。凶手拐了个弯，进入一条漆黑的小路，突然消失不见了。小胖跟了上去，凶手的车还在，只是人已经逃之夭夭。检查没异常后，小胖打算给芒哥汇报情况，没想到凶手其实就藏在一旁，趁着小胖不注意，一刀捅向小胖的腹部，随后又被一刀划开了小胖的喉咙。凶手拿起电话，对着电话那头的芒哥宣布，明天就是小美的死期，小胖也因失血过多而死。凶手顺便割下他右手的小指。得知消息的芒哥不能接受这个事实，跪地痛哭。现在因他而死的人越来越多，他不想再有人无辜的死去，一时间竟然想出了放弃。他的悲观情绪直接感染到了卷毛姐，都怪当初自己在学校活动中看到了凶手，一时激动从楼梯上摔下来，导致瘫痪，不然早就抓到凶手了。这句话突然点醒了芒哥，两人前往学校查看了事发当天的录像。录像里凶手一直戴着帽子，看不清脸庞。为此，两人找到了当天坐在凶手身旁的白发大叔。大叔提供了一条非常关键的线索，凶手似乎是个左撇子，他的右手一直揣在口袋里，没有拿出来过。芒哥突然想起来什么，他急忙跑回车里，拿出昨晚的手电筒，果然在里面找到了小胖的右手小指。芒哥判断凶手的右手肯定是缺失了一根小指，所以他才会以相同的方式实施报复。紧接着，芒哥和卷毛姐又根据凶手开豪车这一特点去 4S 店做调查，从销售员口中得知，前几天有一个小指缺失的男人来买过一辆豪车，他也是一家养猪场的老板，长相俊俏，没有胡子。如今所有的线索对号入座，他就是那个凶手，没错了。芒哥和卷毛姐也展开了行动，通过旁人的牵制，两人成功偷到了养猪场的地图。仔细研究过地图后，两人决定深入虎穴，营救小美。芒哥开车，卷毛姐引导，两人跌跌撞撞地前往了养猪场。与此同时，小美被凶手蒙住双眼，带到一处神秘地下场所，看上去像一个祭祀的地方，两边还有圣母的画像。老师被绑坐在中间的椅子上，上方悬挂着满满的头颅。小美一头雾水，不知道这是在搞什么猫腻。老师怒斥凶手，让他从狗洞中滚出来。凶手哭着从狗洞里爬出，老师不断对其进行辱骂。凶手就像一个犯错的孩子，一边哭着，一边请求老师不要打自己，完全没有了杀人时的那种气势。对老师的话言听计从，不敢有半点违背。
这正是藏在凶手心中的噩梦。望着痛苦不已的凶手，小美流下了眼泪。她居然对凶手产生了同情，完全忘记凶手之前杀害过几十个女孩的事情。一阵忏悔后，凶手如同丧家之犬，重新钻回了狗洞。完成仪式后，凶手按照约定将小美绑到了断头台。正当凶手准备下手时，警报声突然响起，莽哥赶到了养猪场。被打断的凶手恼羞成怒，提起刀就冲了出去。莽哥选择拉掉电闸，周围陷入一片漆黑。失去光亮的凶手一下子失去了方向，莽哥则一点点地摸索前进。凶手越发疯狂，拿着刀四处乱砍。一切安静下来后，一双手突然搭在了凶手的后背上，凶手愣在了原地。本以为莽哥是来杀自己的，没想到莽哥却告诉他自己是来拯救生命的。崩溃的凶手选择跟莽哥求饶，上当的莽哥主动现身，凶手趁机捅了他一刀。莽哥忍痛利用电击棒击倒了凶手，然后用脚铐锁住凶手的双脚。顺着小美的呼救声，莽哥找到了小美的位置，两个相爱的人终于得以重逢。但是还没有来得及高兴，凶手就像疯狗一样扑了过来。眼见小美就要逃走，凶手开始苦苦哀求。一时间，小美动了恻隐之心，她将脚铐钥匙放在了地上，转身离去。凶手慢慢爬出房间，眼看就要拿到钥匙，老师却抢先一步，抓过钥匙吞进了肚子。凶手彻底怒了，转而爬进了老师的牢房。一声哀嚎过后，老师被开膛破肚，凶手成功拿到钥匙，解开了脚铐。他急忙追了出去，可小美一行人早已经驱车绝尘而去。这一刻，凶手陷入了绝望，他跪倒在地，痛苦不已，仿佛失去了整个世界。隔天早上，小美召开了新闻发布会。面对如此丧心病狂的凶手，她竟然选择了原谅，并且还当着所有记者的面说凶手还只是一个孩子，说他从凶手的双眼中看到了许多的脆弱。电视机前的凶手在听到这番话后幡然醒悟，最后选择跳崖自尽，结束了自己罪恶的一生。这是一部来自印度的惊悚电影《蒙眼吉凶》，也是极少数没有掺杂歌舞的电影。电影的结尾，连环杀手因为女主用孩子的世界，用无罪的思考，用保护的方式，让孩子远离来自现实不公的罚。于是连环杀手放下了执念，在一片绿色的世界里坠入悬崖，寓意着他终于得到了救赎。只是那些女孩们的生命再也回不来了。关注我，品味电影人生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